本书内容取自人生皆为自心映照，作者是日本知名的企业家稻盛和夫，为本书的系列作第3部分，其他部分可在播放清单寻找点阅。也欢迎订阅本频道，期待本书之后的系列作。以下为此书的部分内容。稻盛和夫先生是京瓷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他在领导企业和团队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以自身的经验分享了如何让团队在危机中起死回生的方法。以下是他的一些观点和经验。当京瓷公司还很小的时候，稻盛和夫经常在一天工作结束后召集干部们聚在一起，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想法、哲学以及未来的计划。这些谈话涵盖了公司的使命、对事业的想法、任职的意义、工作的价值和度过人生的方法等各个领域。他会不厌其烦地讲上1-2个小时，直到在场的人们都展现出理解和认同的表情。有些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些教诲上，而不是用于实际工作？但对稻盛和夫而言，更重要的是让全体员工的思想保持一致。这是因为他认为这才是京瓷创立初衷的体现。当京瓷还只是一个小公司时，只有不到30名员工，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实际，更不用说信誉。它就像一片无根浮萍，随时可能被风吹走。作为一个技术出身的人，稻盛和夫对经营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一无所知。他常常感到不安，觉得肩上的重担快要压垮他。但他一直努力寻求经营的真理。经过深思熟虑，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要以人心为基础来经营公司。人心固然易变，但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时，却能发挥无法被击破的强大力量。他首先强调了建立员工之间互信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他希望整个公司像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视为共同经营公司的伙伴，拥有相同的想法和热情，彼此支持并共同前进。他希望公司成为这样的团队。除了这份心之外，他并不强调经营技巧。然而，在统一整个组织的思考方向时，一定会遇到一些抗议和反对声音。有人会质疑这是否就是思想统治。稻盛和夫明确表示，这并不侵犯个人的思想自由，因为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工作，按照各自的价值观行事，公司就无法取得好的成绩。要达成远大的目标，必须让每个员工的想法一致，进行思想整合，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因此，领导者应该抓住一切机会，以全心全意、认真投入的态度，直接传递自己的想法和希望给下属。一旦这些内容被认为有说服力，就会像水一样渗透到他们的心中。为了让自己的想法和哲学被理解，稻盛和夫运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智慧，不厌其烦地解释和辩论，希望员工能接受。有时，他甚至会与员工进行激烈的讨论。他坚持不搞小动作，不打迷糊仗，只知道不放弃，与员工正面相对，尽一切办法让员工接受他的想法。如果有人无法理解他的理念，他不会提出便于行事的妥协方案，甚至会让员工自己选择离职。这可能看起来有些极端，但整合思想是非常重要的。2010年1月19日，具有国营背景的日本航空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在民主党鸠山政府的三顾茅庐下，稻盛和夫以78岁的高龄出任日航的会长。
重整已面临破产的日本航空。他需要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能够在第一线进行重建的领导者。他将日航的经营管理层和来自原本自己创立的京瓷公司带过来的干部们集合在一起，计划在1个月内进行集中的领导教育。而教育的内容却不是组织经营术，也不是劳工管理法，而是宣扬自己在经营过程中最重要的想法、理念、行为规范等哲学。像是对工作全力以赴，别忘了心存感谢，常保谦卑与真诚等等。当然，内部出现了各种反对声音，有人因为不了解领导教育的重要性而反对，有人则认为公司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学习这些看似小学程度的基本东西。对于这些反对声音，稻盛和夫会告诉他们，大家可能觉得这些道理很幼稚，理所当然，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有几个人真的去切身实践，身体力行呢？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道理，却是导致公司危机的元凶。他坚持不懈地传递这些想法，理解他的人逐渐增加，最终每个人都展现出真挚的表情，继续聆听他的演讲。过去在日航担任管理职位的人大多都是精英，他们从一流大学毕业后并未在第一线工作过，只负责制定计划并以上意下达的方式运作公司。为了改变这种组织结构，稻盛和夫进行了大幅调整，让那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员工承担起经营的责任。这样的调整让第一线的员工充满了干劲，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自发地展现出最好的一面。一旦意识到自己负责公司的经营事务，对工作的态度就会完全改变。稻盛和夫常常视察第一线，寻找与员工直接对话的机会，聊一聊他们每天工作的心得，并希望他们在与客户接触时保持利他的心，特别是与乘客直接接触的空服员和飞行员，他们的心态对公司的未来有着重大影响。如果他们的应对让乘客感受到温暖和贴心，乘客就会想再次搭乘；如果服务不到位，乘客就会逐渐流失，这直接影响到公司的命运。稻盛和夫会走到空服员面前，告诉他们，我希望乘客觉得好想再搭那家航空，想让我们成为那样的航空公司。最关键的是大家的心，服务乘客时不能只顾形式，要将对乘客的感谢、亲切、温暖、体贴之情融入其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公司就无法重生。在机长或空服员进行机内广播时，不要仅仅机械地照本宣科，而是带着体贴的心情，用自己的方式说出他们想说的话。稻盛和夫希望大家能够将满怀感激和服务热情化为真实的言语，通过广播传递给乘客。他告诉员工，基于正面的心态做出正面的行为，一定会带来正面的结果。他希望大家保持这样的正面心情工作，就像在每个人的心中撒下幸福的种子一样。稻盛和夫说，他并不确定他所说的话是否会对员工起到作用，但他错了，员工的心确实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2011年的31大地震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当时由于淹水，机场变成了陆上孤岛，我们的员工为前来避难的当地居民提供食物和毛毯。一位空服员为了长时间被困在机舱的乘客，煮了一大锅白饭，并将其捏成饭团，分发给每位乘客。还有一位机长通过抚慰人心的广播，
感谢前往灾区救援的日本红十字会人员，还有一位空服员在这些人员的行李中偷偷塞进了慰劳和鼓励的字条。稻盛和夫甚至听说，一位原本要独自前往关西与家人会合的老妇人，因为航班取消而受困机场，于是一位非执勤中的员工带着他转乘了多种交通工具后，成功地将他送到了关西机场。因此，原本濒临破产的日本航空公司，在稻盛和夫把自己经营理念的哲学用心传达给全体员工，并以身作则的带领下，起死回生。2011年，日航年度的合并经营利润达到2049亿日元，创历史新高。通过稻盛和夫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可以学到如何激励团队，在危机中带领团队起死回生。他的领导之道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以上本集部分内容，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期待下次的作品。谢谢你的聆听。